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 没有错，你又来到了一个全网最快的 Iris 跟 Persona 汽车频道。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小心就接到车了。这一辆呢，就是 Persona Exec。 我们为什么没有讲 Premium 呢？因为 Premium 在上一部影片已经讲过它的 Exterior、Interior 了。这一次最主要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下这辆 Exec 版本的 Persona 驾起来它的 NVH 还有一些我们在驾驶行驶的时候感受它这辆车带给我们 Driver 还有 Passenger 的一个最直接的感觉。如果你们想要看的是 Sport Mode、Eco Mode 还是它的 SAT 或者 S 档的话，可以到我的之前那一部 Iris 的影片过去看一下但是今天其实我们还会再更加详细的测试一下这个Punch CVT那么也要非常感谢今天的这个车主把这辆 Persona Exec 借给我。我们有请车主来 ，Jason。大家好。OK，Jason，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想要问为什么会要买 Persona？ 空间大咯。 它的同级对手其实在马来西亚因为它是一个 B segment 可能要拿来跟 Vios、City 那些做比较。但是马来西亚大部分的人都会拿它跟 Beza 做比较。你有试过 Beza 吗？有。它跟 Beza 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一个有力，一个没有力就是这样简单粗暴啦。然后你喜欢这个外观蛮喜欢的。车灯呢，因为是 Exec 版本，所以它没有 LED 车灯LED 车灯要 Premium 版本才有。然后这个 Sport Rim 的 design 也不太一样基本上整个车身呢跟 Premium 版本是差不多一样的。然后这个灯呢，在上一部我介绍 Persona 的时候我漏掉讲了，就是它的这个灯其实是有一点雾黑的。看到吗？它有点比较暗黑一点点。之前的 Persona 呢是比较亮的。然后Persona 有一个很够力的东西，就是它的尾箱超级无敌大，大到很夸张那一种。你看这个超大的，我看今天要给我的观众一些福利了，就是每一次都有女嘉宾嘛。那么今天这个拿住相机的女嘉宾她如果没有露脸一下，是对不起观众吗？所以对不起观众。今天我们要让这个 cameraman 露脸了，给观众一个表情。你觉得这个嘉宾美不美？美。预备，进入广告时间。3、2、1。Rider ATH 女嘉宾，来，我们表演一下爬进车后厢，看她的后厢到底有多大。你爬错边了，刚刚不是这边哇 ，OK， 哇，超大的这个后厢，看到吗？超大的女嘉宾，身高180，爬进这个后厢，你看到吗？完美，根本就是比我的 Previa 的后厢还要大。这个就是你买这辆车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对不对？对。你平时要装什么东西？后面装人、装货。装货是有送货的服务人女的，完美。如果你们想要看到一些外观还有 Interior 的更加详细的影片的话，都可以到我之前有讲解过这个小改款 Persona 的影片那边去然后现在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体验一下这辆车，感觉一下它在驾驶的时候还有乘坐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可以。我们现在 Let's go。哇，会的嘞，真的是会的。OK， 现在我们来到这一辆。OK， 现在我们来到这一辆 Persona 车上了啦。这个是 Persona 2021小改款，官方叫它2022小改款。一 start 车的时候呢，看到这个 meter 就是爽，很漂亮，白色的这个背光，然后它有一个那个动作对，哇，这个动作就是一个很有快乐指数很高的一个 design 然后呢，这个 steering 它也是有做了一些的小改变，就是 logo 是圆的系上安全带这个安全带跟 Iris Active 不一样不管去到任何一个 spec 它都是黑色比较单调一点的颜色。不过不用紧，Persona 主打的是 Premium， 不是 Sporty Sporty 留给 Iris， 所以这两者之间就有一个很大的区分Interior 方面我们大概讲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之前那一部深度讲解 Exterior 跟 Interior 的影片，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可以到我的影片库去找一下。就是这一次的 Dashboard 还有做了一点点提升中间的部分呢是一个悬浮式的屏幕，还有一个银灰色的框框，Iris Active 红色嘛，那个我觉得有点太 fancy 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 design。然后这一次呢，小改款的 Proton Persona 它有给了一个全新的 Center Console， 中间呢有这个置物的地方可以放一个很长的钱包放香水然后还有一个 Armrest。Armrest is the best，
就是给你开车的时候靠手。但是这个它的布料啊，有点利啊。对，硌手。你有发现吗？有。所以 as a owner 啊，不是我讲的啊 ，owner 他讲会有点硌手啊，架起来会有一点粗哦。对，粗的。如果是 Premium 版本呢，就是那个 chocolate 色的皮革啊，可能就会比较好的手感啦。好，其他的我们就边走边聊。现在我们就把排挡杆拨去 D， 这个排挡杆的 design 啊是那个 X70它的设计。现在我们启动这辆 Persona 2022，看一下驾起来什么感觉啊？哦，我一起步不久，我就发现后面好像有一点声音啊，叽叽咕咕啊，那个是后箱的东西，还是你拿车就有了？拿车的时候就有了，就有这样子的声音。就有声音。挂单，做工。OK， 现在我们来试驾这辆 Persona， 然后今天我们选择试驾的这一段路呢，等一下有一小段的 highway。今天我们载着女嘉宾体验 S 档，要有最真实的 reaction 啊。没问题。哇，很 sweet 啊，这个声音。这个 corner 啊 ，Proton 的 corner 就是美。在 ride and handling 的调教，就是做得比他的对手来得更加扎实 solid。你驾了20多天，你觉得啦，你驾起来那个安全感的那种感觉啊，是 OK 吗？是 OK 的 ，steering 指到哪里就去哪里。有一些车它的 steering 哦，就会给人家一种不确定性，感觉有很多车啊，甚至是新车哦。它的 steering 是有一个虚位的，在走直路的时候，可能highway你摆一点点啊，它是没有动作的，是那辆车还是直直去。可是 Proton 呢，它就在 steering 方面的调教啊 ，ride and handling 的调教就做到比较就是那种感觉啦。我再讲多，等下人家讲我收钱了。观众们要听的是缺点，这一段时间用下来了，你觉得这辆车有什么缺点吗？缺点蛮多的。第一个缺点呢，你觉得最不能接受的 ？OK， 第一天拿车的时候，这个 P 打不进去啊，还有这样的问题，后来这样子解决？他就去不懂怎么弄就好了。还有吗？还有什么问题是你觉得比较严重的？就后面那边车尾箱有一点声音啊。异响方面，刚刚你载我的时候哦，我就已经听到 dashboard 有一点怪声了。对啊。不过我不确定那个声音到底是哪里来的，这个可能你要给 SC 去 showroom 那边，他帮你抓回来。这辆车你有走到 highway 那些了吗？有。速度方面有没有激情？有激情啊，有激情。那我们来试一下它的激情是什么感觉啊？我们现在拨去 S 档，加速。不错哎，是不错，是不错哎，但是就是那个 SAT 的感觉比较模糊啊，我还是觉得它比较接近像我的 Proton Preve 那一种调高转速，让你的车的扭力比较高的那一种操作方式。我觉得啦，这个 S 档在你超车的时候啊，或者上下山的时候，就会有很明显的感觉了。啊，平时驾车我们不会去加 S 档啊，我们就用 D 档。像普通的 D 档的时候呢，我感觉这辆车加起来呢，它的这个 CVT 啊 ，Punch CVT 这一次在软件的调教方面是有做到一定的提升的。好像刚刚我们在那个卡邦的时候，慢速，它的那个 jacking 不明显，是不明显。有试过 Proton 那种 FLX 的 jacking 啊，哇，你就知道了。这一次呢，真的是在这个软件调教方面啊，有做到很好的提升。是啊，这个要给他的 engineering team software 的这个调教的部门啊一个 good job 啊。你有驾过之前的 CVT 吗 ？Proton 之前的没有。你之前驾什么车？之前是开曼马的 Vios， 哪一款？现在的旧一款。OK， 就是第3代半。对啊，3代半是已经是 CVT 了啦。CVT。你觉得两者之间差距大吗？差距很大。那个比较好，转速比较低啊。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它的转速会比较低。对。然后它的舒适感，我所谓的舒适感是你在驾驶的时候、乘坐的时候那个感觉，你觉得哪一台比较好啦？Vios 啊，肯定是 Vios。操控就这两个，这两的操控会比较好啊。
如果你真的是预算没有到7万8万，可是你又想要有一台 B segment sedan 车款的话 ，Persona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买车最少都要去试驾一下啦，体验一下，不然的话，你就是一直听人家讲这个车有几好，这个车有几不好，就去买。如果买到来不是你喜欢的东西，就很 get 心了。OK， 那你刚刚分享了缺点嘛，讲一下优点啊。每一次体验到那个优点，你都会很开心的。就这里的 Center Console 就觉得很美啦。这里很美。我也是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Center Console 做到很好看，很漂亮。然后 Armrest 啦，我喜欢 Armrest。老实讲因为我最近一直在驾我的 Satya Neo 今天我驾到你的这辆车，我 feel 它的这个 NVH 我真的是觉得比我的车好太多了。我的车很多那种杂声轮胎声风切声在你这辆车几乎就是被预知到很好。我觉得这个轮胎声是可接受的。风切声我觉得也是 OK。你看我们现在加100也没有很吵。在这10多年间，由 Satya Neo 到 Persona 有这一个很明显很大的进步。如果你的预算是在这边，你又想要sedan车，就是它了。是Persona。然后你这辆车呢是已经有粘了一个钉的啦。对。怎么样粘这样黑？怕人家看到。爸爸是Dato啦。不是。你要更黑的话可以安装这个 Elevo 的Sunset。这个 Elevo 的Sunset呢，它的价钱也很合理，很大众化。它的这个网的密度呢，跟 Premium 版的比起来，它没有这样密，所以你们这种黑钉的车呢，安装了过后还是看得到外面。然后它也可以达到一定的阳光的阻隔效果所以如果你们对 Elevo 的Sunset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我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找到购买链接。当然 Elevo 它不只有做Sunset它也有做 Steering Cover 做一些头枕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他们的网店那边去逛逛谢谢干爹，干爹我爱你。小菊花没有讲干爹我爱你，干爹爱你哦。OK， 刚刚拍到一半，那个相机的 memory 就满了，所以我们的结尾呢就下车来做啦。经过测试了过后呢，我觉得这个 Persona 它的确是在这个 MC2 有达到一个很好的进步，就是在牙响的反应那些啦。对，我觉得整个感觉是很良好的啦。如果是讲那些不好的、负面的 jacking 很 choke 在刚刚整个过程呢是没有感受到啦。所以你觉得这辆车满意吗？满意。你给它打多少分？10分打8分，其他2分跑去哪里？其他2分很多问题就是那些小小的问题对，刚刚我其实也是有发现它的这个悬浮式的荧幕是蛮反光的啦。所以这一点呢，我也是会给它扣一点点分数。如果是讲10分的话，我个人给 Persona 这一款车7分另外的3分跑去哪里呢？就是有一些杂声然后再来就是我不喜欢它的外观我觉得它的这个形状有一点太过 bulky 了但是它的储物空间、它的乘坐舒适度我觉得是合格的。对，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 Persona、想要买 Proton 的任何一款车，都可以到你们邻近的 Proton 去那一边看看一下啦。在影片结束前，还是要非常感谢 Cherry Cars 的合力播出。如果你们想要找新车二手车Recon 车，都可以到 Cherry Cars 上面逛逛好，今天的这一集影片就先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Goodbye。OK， 我的女嘉宾没有弹到手指。女嘉宾。OK， 预备 ，Goodbye。来，喜欢吗这辆车？个人觉得蛮不错，舒适的。你刚才坐在后面感觉怎么样？在乘坐体验上面，我觉得还蛮舒服，就是过一些墩过一些不平路就还蛮感觉不会说太跳或太抖动，只不过就一些可能后面传来的杂声，就可能会比较不舒服。其实我主要的不是要问你后座舒不舒服，刚刚后厢舒不舒服？后厢超棒的。